觉得是那种可怕或可怜的阿啾吗？小丸子的妈妈是阿啾，阿姨不要这样说别人啊！因为我也很常在韩国的时候被认为是阿啾妈，主要是我的行动太像大神。然后徐志摩就叫他堕胎，在那个时代，反正堕胎就真的很危险啊，可能会死掉。结果徐志摩竟然还回说，一大堆人坐火车而出意外，那你有看到有谁因此而不去坐火车了吗？真的觉得徐志摩很渣。爱儿少。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尔莎。今天这一集呢，因应上一次我分享了自己的闪婚到离婚的始末以后，我发现真的大家真的反馈很好，很喜欢而且我感受到多数的人是因为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历程，甚至正在这样子的离婚苦海中纠结，所以我觉得那一集真的帮助到大家蛮多的。所以今天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那些离婚后开挂的女生。我要再次声明，我不是要大家都要去离婚，也不是要鼓倡离婚这件事情，或是女生成功一定要靠单身，不是。而是我要鼓励大家自我探索、自我成长。如果你发现有毒的关系，就要勇敢离开。所以这一切都是回归于忠于你自己做最对的选择。那如果你今天非得要离婚的话，甚至在纠结到底要不要离婚，就可以这样去思考：如果你今天走过了这个坎，是不是能更好？而且我在举例前呢，我想要真的再次提醒大家，很多人在现代这个时代离婚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就是很丢脸，这应该是这个时代不要发生的事情，因为大家已经很 open mind， 你要多元成婚，你要真的单身一辈子，你要出家，都明明很可以接受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怕别人的观感，还有社会的期许呢？我发现真的是多数的人不敢做这件事情，都是因为他人的眼光和社会期许，或是一些家庭里面父母长辈给你的束缚。所以我觉得这一种出自于他人观感的恐惧，先不用害怕，因为他真的是不应该害怕的事情。然后第二种，我发现最多人会感受到就是那种经济的恐慌，就是你觉得现在有人给你一些零用钱啊，就是你是全职的家庭主妇，然后就算对方会家暴，对方会偷吃，或是你不爱对方，对方不爱你了，但你为了每一个月要有一些住的地方，要有一些零用钱，或是对方给你薪水的嘛，你就一直忍。如果今天你为了这个可能吃住啊，然后对方给你的一些钱，算一个月10万好了，就因为每一个月的10万，你就要牺牲掉自己的生命中的幸福，还有快乐感觉，还有甚至自由的程度，那这代价真的对我来讲太大了。它的大是那种，我现在就问你，我付你10万块让你去坐牢好了，你就是身心被囚禁，你会答应吗？正常人不会答应，对吧？可为什么你会因为那10万块把你自己的幸福还有身心都囚禁在这一段关系里面嘛？我就这样子大概举例，你就可以理解说，有的时候你在这里面思考，你会一直卡在这里面，但拿出来做这样子开放式的比喻，你可能就比较知道哦。你的盲点在这边，这是大家可以试着思考一下。第三点，最多人的害怕是那种孤单的恐惧。你可能已经结婚太多年，甚至结婚以前都已经跟他交往很多年了，所以你现在突然真的被迫要分开，你会不知道你一个人可以做什么，能怎么生活。所以这种来自于孤单的恐惧，你真的应该要多去看看一些人，他们孤单了以后，甚至只身了一个人以后，做出了哪些事情，人生有哪些改变，这就是这一集最重要的存在理念。好，那我今天呢就分享这3个我很崇拜，而且他们真的是离婚以后人生扶摇直上的人生故事。看到这些人的人生故事，甚至他们的时代背景是更比我们艰苦的状况下，其实你就可以更 inspire， 更知道你可以有哪些选择，甚至你可以这么勇敢，人生也可以这么精彩。这3个人呢，分别第一位是张幼仪，她到底是谁？我自己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一直就是在看她的故事。当然，我在小时候就已经听过她的故事啊。小时候很多好像8点档的剧是有演过徐志摩的故事嘛，所以大家就应该不陌生。那这个张幼仪小姐呢，她其实就是徐志摩先生的原配。大家都知道徐志摩很有才华，但就风流成性。但我们回来看一下，张幼仪当时在跟徐志摩结婚的时候，其实是因为父母的媒妁之言，所以
其实在，这段婚姻的开始就已经有一点点端倪，甚至一个不是这么正确，就是也不是因为爱情或结晶或是怎么样两边都情投意合的感觉而去成这个婚姻，所以在一开始可能就有一些错误了。那后来呢，也是因为徐志摩他自己可能去了英国深造啊，甚至他真的是比较有才华的人，然后他很有一些对于爱情还有浪漫的追求，以至于他一结婚了以后，就根本没有在理这个原配，然后就疯狂的爱上别的女人就对了。那他在爱上别的女人的过程中，其实他也不会演他也没有在隐藏，他一直不断的让这个原配张幼仪知道以外，还一直嫌张幼仪又土又怂，然后又没有知识。那确实在那个年代的女生，还有张幼仪本身在当时的那个状况，是真的没有读过太多的书，就是跟徐志摩比起来，整个才华还有那种了解这世界上的那个视野度是没有这么高。可是张幼仪其实她的出身不低哦，她其实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所以其实你硬要讲背景上，就是他们的背景上是张幼仪比较雄厚的。所以今天这个女生不管带了多少的背景，然后不管多牺牲、多妥协、多让徐志摩这个她老公在外面吃香喝辣，这样的牺牲还有最后妥协，其实不会换来对方的尊重的，只会让对方一直来踩你的底线。所以徐志摩到最后甚至是直接逼着张幼仪一定要签离婚证书，一定要签离婚协议。最后最精彩的，我很记得小时候看到那个故事，还有那个小说都有讲到，就最精彩就是他逼着张幼仪赶快跟他离婚，原因就是因为他爱的那个情人要回国了，所以他要赶快带着离婚证书去找那个人验证他有多爱他。这样，最后张幼仪才发现说，好，我就应该要死心了。他死心了以后，签了字以后就离婚了。但是从此以后，张幼仪的人生就开挂。所以后来呢，他离开了徐志摩以后，开始自己去学所有的会计金融知识，成为了全中国第一位女银行家。她被这个男人骂没知识、没学历、没见识，但她打破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根本没有女生进得去的一个产业——金融产业，成为了这样子的角色。她的故事超级无敌激励，而且她不只是失婚哦，她是一个被打击到根本没有尊严的从头开始，甚至她之前在还没有跟徐志摩离婚的时候就怀孕了嘛，然后就去找徐志摩，然后这个也很经典，真的觉得徐志摩很渣。她就跟徐志摩说，就是她怀孕啦，然后徐志摩就叫她堕胎。可是那个女生就跟他讲说，在那个时代，反正堕胎就真的很危险啊，可能会死掉这样。结果徐志摩竟然还回说，啊，一大堆人坐火车而出意外，那你有看到有谁因此而不去坐火车了吗？这个真的太渣了，说这个我真的不行。所以反正啦，他是真的是离婚离得一团乱，没有任何的一点点尊严的走开。但今天他不但成为了全中国第一个女银行家，而且你知道吗？她还被骂土，被骂丑，被他骂说什么哦，我的那些情人啊都比较漂亮，比较懂穿搭，比较时尚。结果呢，她到后来不只是中国第一个女银行家，同时还去担任了一个很有名的时装公司里面的总监。反正就是突破了当时的女生一大堆限制，然后开挂到最顶峰。所以张幼仪小姐是一个我觉得可以激励大家，也让大家知道离婚以后你可以蜕变，可以去走更多你原本想象不到的道路。第二个 May Musk， 大家都应该知道她是 Elon Musk 的妈妈吧？她最有名的是除了现在一头的白发，是一个超不能讲高龄，超熟龄的 model， 而且是国际级的以外，他有3个亿万富翁和天才的小孩，其中一个当然是大家知道的 Elon Musk。但是呢 ，May Musk 他在离婚的过程也不是这么幸运，他好像是在30多岁的时候才决定离婚，但在离婚前他已经被家暴长期10年，只是因为他在南非，而且在他的那个时空背景下，那个国家文化下，其实就算你被家暴，也不被允许轻易的离婚的，所以他在刚好那个时间点，南非出了一个法令，那个法令是让大家可以没有出特别的错误就可以去离婚，也就是说让离婚比较
顺利一点。这时候他就抓到了这个机会，就赶快离婚。但他在离婚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底气哦，那底气出于他对孩子的爱和捍卫。他为了要快速的离婚，逃离这个有毒关系，所以他就争取一定要拿这3个小孩的抚养权，条件就是不拿走任何东西，包括任何的财产。所以他就带着这3个小孩，明明本来就已经没有很有钱了，然后又有一身债的，这样子去养这3个小孩，就更穷嘛，更辛苦。所以基本上他离婚以后非常非常的辛苦，带着这3个小孩一直搬家，一直搬家。这是他在书里面讲的他的很特别的经历和故事。可是，在这样这么混乱，还有在那个时代相对封闭、没有那么开放的状况，养3个小孩，又一大堆负债，他其实很难把家庭教育做得好。但他不但把自己顾得非常好以外，还把这个3个小孩养得真的很好，就再看 Elon Musk 多有钱就好了。所以不只是有钱，他的其他小孩不一定是这么有钱，但都在每一个领域有出众的成就，而且都忠于自己这一生喜欢做的事情，然后靠那个事情为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真正的成功啦。总之呢，他在这样子的离婚以后，就一直陆续的把这3个小孩带大，然后完整了自己的人生，终于负债也比较少了，然后也开始走回人生正轨，就开始了下一段婚姻。重点就是呢，他这样子一路上努力到后面，他没有放弃学习，所以他一直都有在精进自己，让自己可能去学更多的营养学啊等等的。我曾经看到他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蛮精彩，就是在他大学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暴饮暴食啊、情绪的问题、压力的问题，以至于让自己达到快100公斤的状态，就是身体非常的不健康。他长大了以后一直谨记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学习面向就一直攻营养学，然后怎么样让身体更健康等等的。他就是在任何的生命面向都想办法去真正的学到一些可以帮助到自己的东西，所以他去学习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人的特质。他不管在恐惧、在害怕或是在绝路，他都不会放弃去学习。虽然你会做一些生命中很妥协的事情，很牺牲的事情啦，但是他还是同步的一直在学习。我觉得这个精神有把他放在他的小孩的教育上面，他就一直在强调他对小孩子的教育呢，就是要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引导他们继续有好奇心，然后甚至教育和学习是一个他注入在他们3个小孩的头脑里面，是一定要不断的学习这样。所以他自己也亲身的实践了这个动作、这个概念，以至于呢，他到年纪很大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新的知识，然后新的智慧可以分享给大家，去让他在不同领域奠定影响力。同时，他也有一个很知名的故事，就是他在50岁那一年的时候，好像就因为可能外表的问题还是什么状况，他的模特儿生涯就有点中断，因为他的经纪公司就跟他讲说，他可能外表不太好看，或是已经太老了，所以就长达1-2年没有办法再收到任何的模特儿收入。那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其实是很大的打击。可是呢，他就在这一连串的打击过后，就真的觉得算了。他想要用另外一个方式重新靠真正自己的面貌重新出发，于是他就再也不染头发了。因为原本他就是为了看起来很年轻，看起来不像自己，所以就一直染黑发，一直去接那些案子。可是呢，他在这样忠于自己以后，让自己的一头白发非常闪烁的代表他自己的现在的整个状态了以后，开始就慢慢的要升所有时尚杂志的宠儿，然后开始接到很多大的案子。你现在认识到他就是一头白发，很经典，不会觉得是那种可怕或可怜的阿啾妈吗？就是阿啾妈其实好像还是黑发，小丸子的妈妈是阿啾阿姨，不要这样说别人啊，烦欸。因为我也很常在韩国的时候被认为是阿啾妈，主要是我的行动太像大神。那总之呢，她这样子代表一个女生这个年纪该有的状态，而且你为此而骄傲自信，散发自己的光芒的那种感觉，就是现在大家喜欢还有崇拜她的样子。所以我也很鼓励大家，不管你在怎么样的年纪哦，像是我刚刚第一个讲到张幼仪，她离婚时间可能不是年纪很长。可能有些人会跟我讲说，哦，我已经40岁、50岁了，我还可以离婚吗？然后我还可以做什么？跟你讲这些故事，就是要让你知道，不是去纠结这些厉害的女人她在什么时间离婚，而是她离婚后一路开挂的时间点，其实她就是在每一个年纪忠于她自己该闪耀的选择。所以呢，年纪不是问题，好不好？你看她最后是忠于这样子的状态，忠于真实的自己，才有这样子的成就，对吧？所以呢，我们就一定不要被这些什么年龄啊、一些其他的框架和限制打败。最后一个，我觉得一定是大家最知道嘛，奥黛丽·赫本，史上最美、最优雅的女人，我超爱她。那她呢，其实
比较不一样的状况是，他很年轻就结婚了。那结了婚了以后呢，刚好那个人又是渣男，渣完了以后他就离婚。虽然他的第一段婚姻带给他很多创伤，很辛苦，然后时间也是蛮长的。可是他离婚了以后，又因缘际会遇到了第二个男人，这个男人又立刻跟他结婚，所以他又立刻进入了下一个婚姻，然后这个婚姻也是让他非常非常痛苦。所以我是觉得啦，有时候离婚完以后，不要那么无缝接轨。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常常会这样，找下一个人当慰藉，然后你才敢去结束现在的关系。可是你看他这样子无缝接轨完以后，下一份其实又是一样的结局。那我觉得我不是要马后炮啊，只是我是说大家可以去多思考一下，花多一点时间去探讨前面做的一些人生事情的复盘。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很多来看一下这些影片，就是我在过去的影片中真的讲很多，你要对自己的人生去做复盘和复习，你才会在下一次不会自己重蹈自己的覆辙。那总之呢，这个奥黛丽·赫本呢又结束了他的第二段婚姻以后，他这一次就是大彻大悟，真的发现自己在关系里面，可能当然对方也不是什么好人，可是他在关系里面怎么会一直容忍这些事情的发生？他就开始做很多的自我探索，然后当然有很多人对他来做很多的解析啦。可我看到最多的人，还有甚至他自己，还有他的家人都有出面去讲说，他小时候呢真的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他跟他爸爸的关系真的很不好，他非常的爱他爸，可他爸本身就是也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人，他小时候每一次总是很期待可以见到他爸，可是永远没有成真，甚至好像有1、2次见到他爸以后，他爸是对他非常冷酷到他整个心就碎掉了。我记得我有看过一些文章，他们就在描述说，奥黛丽·赫本还有他的哥哥还是谁，就是有真的亲自来说，当时他见到他爸爸那些场面，然后这个让他心碎的程度，我觉得蛮可以理解啦。尤其是在上一代，我们在过去以前，爸爸这个角色其实在女儿或是在小孩的心中，其实是非常强大的支柱，然后是爱的来源，然后是一个尊严各种这种比较很核心的那种心底的信念的起始点或是支柱。所以如果这东西先有动摇了，比较容易在感情上会有无谓的牺牲或者是依附，然后那个依附是可能不是这么健康的，所以才会导致在很多两性关系里面比较没有办法维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觉得很多心理学啊，很多依附关系理论等等的都有在讨论，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但我觉得大方向上是他在自己小时候缺的那一块，可能长大没有时间或是没有机会去真的体会或疗愈到。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在宏观上去看哦，他这样子的2段婚姻结束以后，他真的才停止去探索自己，这个是好的起点，因为他才开始去疗愈自己，那才从这个时间开始，他的人生是转了另外一个方向，他没有因此而回到大荧幕前，反而是开始了去从事他自己觉得爱可以放在的方向，开始去做到一些他觉得真正的实践爱要该做的事情。所以他后来在晚年的时候，完全成为了一个大慈善家，然后人道主义者，满满的爱就给这些满满的世界上需要爱的儿童。所以他真的亲力亲为哦，不只是就是花很多钱和时间和精力，甚至就是真的陪伴这些儿童，然后做很多大慈善的大事和基金会等等的，而且时间非常长久。我觉得他非常的伟大，因为他没有把这些负面的悲伤还有这些伤痕去蓄意再去伤害别人，再乱找一些关系，然后再去做一些重新伤害自己的事情，反而是找到自己适合的道路，然后去度过晚年。当然他晚年我看好像有遇到另外一个他真的人生的真爱，可是这一次他们长跑非常久，却没有结婚了。你看他这个抉择哦，其实就会发现说，这真的是女人的蜕变，还有真正成长了以后，你找到了一个 balance 你人生最好的决定方式和走向，那你就会看到说，这样子的人生雏形，你不会再用这个女生到底是不是在人生结束前是单身啊，或是怎么长跑那么久，人家不娶她，你不会这样子去看了，就是不会那么狭隘，但你反而会看得懂说，她是一个看懂自己人生大局的人，而去做出一个最适合自己最舒服的决定。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女生就可喜可贺，这是真正的开挂成功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开挂成功，我今天举的这几个例哦，不一定要像张幼仪这样成为什么中国第一个、亚洲第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很棒很强，但不一定只有这样子的道路嘛。你可以像第2个道路，像 May Musk 一样，完美妈妈的代表。完美妈妈就是一个活出自己最棒的人生，不要因为自己活不了自己的人生，然后去
可能怪小孩啊，情绪勒索小孩，然后同时呢又把小孩照顾得很好，然后呢同时又有这个奥黛丽·赫本，完全是一个想要做慈善和利他的选择，他没有在商业里面继续发展，然后也没有一直跟着小孩去做哪些事情，然后不是走这个妈妈这一挂，也不是继续回到模特儿或荧幕前，但是他是把他的爱放在慈善大爱这一块。所以今天这3个人其实我精选出来，让大家知道每一个路都是大家可以多走的路。那当然还有更多离婚后开挂女人系列，我自己最喜欢的也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 J.K. 罗琳，她也是离婚后才被逼到绝境，发展出了《哈利波特》这样系列的电影，还有这个东西其实现在的市值已经超乎一个人类可以所拥有的事业了耶！我觉得它真的很强。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知道更多那种离婚后开挂女人还有哪些不同的故事模型的话，甚至除了 J.K. 罗琳，还有谁是大家可以建议给我的？我来帮大家统整成下一个系列。好，今天这集呢就分享到这边，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告诉我你有哪些喜欢的人物，我继续来分享给大家。然后记得要订阅艾尔莎，求求。